西院那边搬来的方舟小姐，你瞧见没？真是好大的派头！来的时候，光是衣服箱子就装了3、4车呢。说是财政部长的外甥女，来给大帅当干女儿来了。什么干女儿？我听说是大帅想让少爷娶她当小老婆。那少奶奶怎么办？哎，这男人3妻4妾的，都很正常。要是少奶奶能给少爷生个孩子就好了，以后不管少爷娶几个姨太太，在府里好歹有个依仗。哎，别说了，快干活吧。少奶奶，看书费脑子，先喝口茶，吃点东西再看吧。怎么啦？有心事儿？哦，没事儿。真没事儿？哎，有什么你就说吧。少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和少爷有个孩子就好了？你怎么会这么说？我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要是生了孩子，那群人就笑话不到你了。那群人，你是不是跟他们起冲突了？不是，我记得少奶奶你和我说过，不和无谓的人吵架。我只是听不得那群人，从丫鬟到主子，他们就真的把方舟小姐当二姨奶奶看了，他们还敢编排你。那他们都怎么说的？他们说你和少爷不是真恩爱，若是真恩爱的话，怎么这么长时间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少奶奶，我真替你担心，你还笑我。小云，你想多了，正南跟我好着呢。可是，他们还说……别可是了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人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。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了解我，我从来都没在乎过别人怎么想我。也是。少帅，方舟小姐，这么晚来有事啊？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给少帅送点吃的。少帅，喝碗参汤吧。你放这儿就行了。少帅每日公务这么繁忙，回家了也不能休息，真是辛苦少帅了。方舟小姐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少帅其实不必这么客气，叫我方舟就好了。您是我父亲请到府上的贵客，这是我对您的尊重。少帅这么说，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？我也没有那个意思。我知道，义父主张让我搬来赵府，这事儿您和玉荣姐心里都不高兴。不过我也是见义父亲切，才一时冲动答应了他。如果我的存在让你们有任何不悦，我可以马上离开。方舟小姐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玉荣对你也没有成见，你不要多想。你瞧你，衣服都皱了，这里也是。玉荣，哎，少帅，玉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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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我解释，玉荣，你听我解释。那你解释啊？刚才真的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不是我看到的那样。你们都亲上了，还要怎么样？真的是误会，我心里只有你，玉荣。你心里就是这么有我的？
玉荣，真的是误会。你别说误会了，玉荣，你别生气，玉荣。干什么？玉荣，玉荣，玉荣，哎，玉荣，来人呐，叫医生。玉荣，玉荣。宋师傅啊，玉荣她怎么了？好，少帅，你放心吧，玉荣身体并无大碍，她是怀孕了，所以气血不足，方才晕倒了。怀孕了？是啊，已经怀孕2个月了。等她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啊，带她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。哎，啊，我知道了。玉荣，宋师傅说你怀孕了。怀孕啊？哎，慢点。真的吗？是啊。对了，少帅啊，我回去以后啊，给他开个方子，给他调理一下。但是你要切记啊，孕妇在头3个月身体非常的虚弱，千万不要让她大喜大悲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玉荣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慢点，宋师傅。哎，多谢多谢。好，小云送客。哎，好好休息。哎，亲。哎，玉荣，咱们要有孩子了。哎，玉荣，刚刚真的是误会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发誓，如果我有半点虚言，就叫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哎，你别胡说。玉荣，你不是不信这些吗？玉荣，你就算不替我想，你也多替你自己和咱孩子想想啊！你总是生气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是你先气的我。是我不好。那该怎么罚我呢？罚我亲你一下。玉荣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赵正南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女人，只让你给我生孩子，啊！好，玉荣有了身孕，这是一大喜事。赵家终于有后了。他要是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那就是赵家第一大功臣。好，敬姨父，恭喜少帅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惹玉荣生气，让他晕倒了。要因为这个伤了我的孙子，你小子就死定了，你知道吧？是，爹，今天的事其实是我已经跟玉荣道过歉了，这样的事绝对不会再发生了。但是爹，他身子虽然好了点，还是需要人陪，我想先回去陪陪他。应该好好照顾他，让他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个大胖孙子。爹，那您先吃。好。姨父，这等喜事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好，来，吃菜吃菜啊！怎么还不睡啊？宋师傅都说了，这前3个月啊是最危险的时候，咱们得小心啊！啊！你看看你现在操心的样儿，像个老婆子一样。
一点都不像少帅。还说呢，你自己就是医生，怀孕了自己都不知道？这段时间医院太忙了，我完全忽略了这事儿。玉荣，你看，你都怀孕了，医院的事儿，咱能不能放一放？医院人又多，事儿也多，万一你身体……郑南，这医院里的事儿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况且，我也不想像那些太太一样，怀了孕就在家躺着，什么事儿都不做，就知道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到了一定时间就出去见太阳、放风。我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。好，你别急，我就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自己怀孕了，我一定会自己小心注意的，好吗？好吧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能不答应你吗？不过你一定要好好注意你的身体，啊？嗯，我答应你。快睡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上车呀？不用，我自己走着去就行。你快去司令部吧，别耽误了。上车吧。又不远，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？玉荣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为了你，还有你肚子里的小人儿，便是让我上天揽月，也不算兴师动众。听话好吗？嗯。玉荣，你可得多吃一点啊，别饿着我的宝贝孙子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不喜欢喝鸡汤啊？没有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鸡汤可是个好东西。郑南他娘怀他的时候，每天一只老母鸡，才把它养得结结实实的。我还让厨房给你准备了猪蹄儿、燕窝，还有那些补品什么的，每天给你炖着喝。爹，您刚才说的那些东西，我听着都腻歪。玉荣口味本来就清淡，她现在怀孕了，能和以前一样吗？不好好吃，怎么让孩子白白胖胖的？少奶奶就算不爱喝，为了孩子和自己的身体，也该努力喝一些。哎，就是嘛。方舟说的对，玉荣啊，为了孩子，你得好好吃，不能挑食啊。爹，行但是，爹，我喝。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其实你不用听我爹的，你不想喝咱就不喝啊。我不是不想喝，只是刚刚有点害喜，让爹误会了。你放心，爹不会真的怪罪我们的，啊。嗯。玉荣，你怀孕受累了。馄饨。玉荣，慢点儿。老板，姑娘，来碗馄饨暖暖身子吧。好，老板，2碗。好嘞，哎，两位请坐，稍等啊。嗯。来了，哎，2位的馄饨，慢用。谢谢老板。慢点，烫不烫啊？太好吃了。不烫了。好好吃啊。家里那么多好吃的，你不爱吃，怎么会喜欢吃街边的小馄饨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这现包出来的小馄饨，加点小葱和香油，特别好吃。家里是有那么多好吃的，可是每天都吃，也是有点腻，我实在是吃不下。我的孩子，你娘不喜欢吃山珍海味，
只喜欢吃路边的小馄饨，苦了你哟。孩子随我好养活，人家可能还爱吃这个呢。你快尝尝。哎，你慢点吃，不够还有。玉荣，今天走了一天了，哎，再泡泡脚吧，能睡得更香。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哎，烫不烫？不烫。正南，谢谢你。傻瓜，这有什么？你说，咱们孩子如果将来不听话怎么办？不听话？玉荣啊，咱孩子一定跟你一样聪明乖巧。如果他惹你生气的话，我就揍他。你这怎么要当爹了，还这么凶啊？因为谁都不可以欺负你，就算咱儿子也不行。谁告诉你是儿子啦？我就是希望咱儿子能生在和平年代，不求大富大贵，也不用忧心炮火和战争。玉荣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和咱孩子一个这样的生活。哦，周大帅。哟，这不是竹内先生吗？怎么，你也喜欢听戏啊？是的，周大帅，我也喜欢中国戏曲。光喜欢那哪成啊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中国的戏曲那是高台教化，劝人行善，教人怎么做人的。你们呐，还真得好好学学。戏要开锣了，方舟，咱们走。玉柔，不哭了，你爸爸会没事的，乖，你放心。不哭了，我们不哭了，乖。小燕儿，小燕儿，玉荣姐姐，你怎么跑医院来了？我和我爸现在住在南城，这孩子叫东东，是我们大院里工人的孩子。前段时间工人们大闹罢工，那帮狗腿子把东东的父亲给打伤了，现在正在里面抢救呢。那他母亲呢？早没了。东东现在和我们住在一块儿，我打算把东东送到天津亲戚那儿，叫他上学。金医生，东东的父亲可能他现在想见他一面。东东，这个世道太艰难了。爸爸也想守护在你的身边，陪着你长大，但是总要有人去运动，去抵制。要不，将来会有更多像咱们一样的人受到压迫而无力反抗。东东，如果爸爸有一天不在你的身边了，你要好好听小燕姐姐他们的话，好
好学习，做一个对民族、对国家有用而不怕牺牲的人。馄饨热乎了啊！看看，哎，客官，来吃碗馄饨。是，我给您拾掇一下啊。你坐这。好好学习，好嘞。做一个对民族、对国家有用而不怕牺牲的人。少爷回来了。少奶奶呢？少奶奶正捧着书看得入迷呢。好。雨荣，哎，你回来了。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？枣花糕，还是徐记的。是啊。你真好。快吃吧。还是热的呢。对了，我听小云说你看书看入神了，在看什么呀？就是这个。哦。你为什么会买这本书回来？怎么了？玉荣，你能明白这上面说的是什么吗？刚开始我也不太明白，仔细看一看，我还真看进去了，讲的很有道理。玉荣，现在局势这么紧张，你买这个回来，如果让外人知道了，该怎么看你？该怎么看我？这不就是一本杂志吗？怎么引出你这么一车话？有这么严重吗？自然是有这么严重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外面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？你不考虑我们的安危，你也应该想想孩子呀。我们的孩子固然宝贵，可我觉得那些工人的孩子也都是他们的心肝。前几天工人闹运动，政府竟然拿着枪把他们打退的，甚至还打伤了几个。我觉得这样的政府比旧时候还可怕。玉荣，你别再胡说了。我没胡说。玉荣，这些事情都不用你管，你也不要多想。眼下最要紧的是保证你和孩子平平安安，其他事情自然会由我去出面。刚才我发脾气是我不对，咱不生气了好吗？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别生气了，好吗？来，趁热吃吧。看你吃的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谢谢。玉荣，梁医生，哎，玉荣，怎么样？医院能不能安排出专门的清创病房？
我看走廊里的病人太多了，很多病人可能小伤这样熬下去，都会熬成大伤的。我已经加急跟上面反映了这个情况，但是现在病房里都塞满了人，人手不够，别说清创了，就是手术都来不及做，只能等着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下班吧，我下一台手术马上就要开始，我得马上过去了啊。哎，梁医生，能不能也让我多做几台手术？可是你们对我特殊照顾，给我安排的手术最少，还从来不让我加班值夜。可是现在情况特殊嘛，病人实在太多了，如果不多开几台手术，很多病人熬不到手术就会感染而死。玉荣，你有这份心，我很感动。但是你的身体状况，我没问题，真的，我的身体情况我自己清楚。我是看你们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我想为你们多分担，为大家多做点事儿。好，那我去安排。那你先忙吧。准备缝合。是。爹，我来晚了，咱先吃吧。爹是又生我气了？我生什么气啊？再说了，生气也不是生你的气。哦，玉荣应该是医院还有工作没有忙完，咱别等他了，咱先吃。医院。郑南，这玉荣怀的是赵家第一个孙子，论理呢，我不该说什么。可都这个时候了，一个女人还在外面给别人做什么手术，让她回来还不肯，说忙，再忙，回堂家吃口饭的时间都没有啊！啊，爹，他义父，少奶奶也是一时忙碌，不是故意不回来的。爹，那是他的工作呀。工作，一个女人要什么工作啊？她现在身怀有孕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是担心呐。爹，不用担心，他不是不懂事的人，他会照顾好他自己。你少替他打掩护，依我看，他就是被你宠坏了，才会大半夜的跑出去。义父，少奶奶治病救人，大家都佩服得很呢。佩服个屁呀！一个女人就该安安分分在家待着，她现在算怎么回事啊？不行，郑南，你去把她给我接回来，不许她在医院瞎混。爹，他不叫瞎混，那是他喜欢做的事情。还不是瞎混？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伤了我的孙子怎么办啊？这个玉荣啊，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我跟你说，爹，您别担心了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您先吃吧，啊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回来，义父，义父，您先别生气，我去跟少帅说说。你先吃饭，先吃饭啊。这个混小子！少帅，少帅和义父真像，一样的火爆脾气，连句话都不听人说的吗？你要说什么？少帅生气，我明白，可义父的担心也有一定的道理。如今玉荣怀了身孕，还成日加班。我们都知道她心善，不顾自己的身子，可这样对孩子是否有益呢？
梁医生，哎，少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我夫人。金医生刚进手术室，恐怕还得好一会儿呢。好，我等他。好，去办公室坐会儿吧。不必了。那我就不招呼你了。今天的病患太多，我马上要接着做下一台手术。好，你忙。马上准备下一台手术。好。梁医生，少帅，不是说2个小时吗？怎么还没出来？不好意思，少帅，这个手术比较复杂，突发情况比较多。好，那我继续等他。少帅，不如去办公室等吧，这里人多，病人看到你都有些害怕。好。玉荣，快过去吧，少帅肯定等得着急了。嗯。郑南，生气啦？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，明明就是生气了，眉头皱得这么紧。你要是不让我操心，我就不生气了。今天医院是特殊情况，纺织厂大火，病人真的特别多，忙都忙不过来。过了这几日，我肯定每天都尽量早点回家啊。玉荣，你知道我不是蛮横不讲理的人，但你也顾及点自己的身体，咱们的孩子和家人的心情，行吗？我知道。你要工作，我不拦你，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夙愿。但是你现在日夜不着家，你让我爹怎么想？我怎么想？还有咱们的孩子，那经得起你日夜颠倒的折腾吗？郑南，我也都跟你说了，这是特殊情况，我也不会一直这样的。况且你看，我不精神得很吗？玉荣，你只是个女人，你没有必要这么拼命的。女人怎么了？女人也是人啊。在这个世道下，这么多无辜的人受伤，我就是想再多努力，多救几个人。你稍微理解理解我嘛。况且你不也说了吗？希望咱们的孩子出生在人人平等、幸福快乐的年代。我知道，玉荣，但是……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咱们这就回家，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玉荣，坐。哇，我正好饿了，真是雪中送炭。你看，我肯定把它吃得一口不剩。不生气了吧？快吃吧。
形势收紧，尽快更换执行者。时间这么紧，我们上哪儿去找一个女的？找不到也要找。政府的叛徒还有2天就要和日本人接头了，我们得弄清楚他是谁。现在原定的统治在中途出现了意外，我们必须找到人来接替他的任务。哎，我说钉子，你这么瘦又白白净净，不如你办得了。切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怎么不去啊？我倒是想，我这么一个大老粗，我怎么办？别开玩笑了，这可是任务，要严肃。距离任务时间可就只剩下2天了。你们看，我行不行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除了我，你们现在上哪儿去找人？小燕，你可想好了？这是个危险任务，不是财不绣花。我想好了，爹。我加入组织也不是1天2天了，早该为组织出份力了。不行，小燕，你如果去了，要是被发现，那结果……组织纪律我都了解。爹，任务紧急，我是最合适的呀。既然如此，小燕，一定要万事小心呐。请大家和组织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这帮来的日本人跟其他常来的客人不一样，每次来都在一个专属包间，从来不找人伺候，也不知道躲在里面都说些什么。不过呀，给钱倒是大方得很。哦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请。一切如李部长所言，我就放心了。哈哈。那李某就先行告退。好，请。站住！おいお前、何者だ？どこで何をした？答えろ！金色的风吹入眼眸，
阳晨气盛，阴差阳错，像是那一场情夜相偎，云却悄悄飞上枝桠，谁知走走一夜，相隔天涯，日出日落等候，云舒云卷脚中，奈何一眼诀笺，忘记天涯，凝眸日夜，多少岁岁年年，等待梦回滋味与水同。秋风又起，隔尽醉眼红，金戈铁马，两鬓纱梦。一眼之间，双人落花，万里追随，甘愿伴你到天涯。谁知匆匆一眼，相隔天涯，日出日落等候，云舒云卷翘首，奈何一眼之间，忘记天涯，凝眸日夜，多少岁岁年年，更待梦回滋味与水同。匆匆一眼，相隔天涯，日出日落等候，云舒云卷翘首，一眼之间，忘记天涯，凝眸日夜，多少岁岁年年，等待梦后滋味与水同。梦回今夜相偎，年年。